我叫石彩东，来美国之前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怎么说？不管是从这个事物的发展规律，还是说中共的所作所为来说吧，天灭中共是必然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吧，在法轮功学员的不断的持久的讲真相和揭露中共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白了这个中共的本质。特别是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我是在九评共产党还没发表完，好像只发表到第5篇的时候，那很早的时候啊，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退出了那个中共。我以前也稀里糊涂的也入过党，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中共的邪恶的本质和他的那个流氓的本性。快有4亿人退出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这也证明了刚才说的那个天灭中共是一个越来越接近的事实。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中共自己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他呢也是把它当做一个，他是用力的时候就用。所以国内你要说在国内的搞科学搞科研的话，你像这个现代科学这么多年，几百年，从西方出现这么多年了，中国好像很少有自然科学领域的这个人获得诺贝尔奖。那13亿人口这么大的人，一个在全世界1/5哈，这么多的人口中几乎就没有出现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这就是说明他的这个政策呀，对科研人员的政策呀，完全就是一个违反科学的。在中国的搞科研呢，很难有原创，很难有基础的那种创新和发明，因为你都得听党的，你搞科研也得听党的，那党也本身又不是搞科研的，那你说你怎么能搞出什么东西来呢？所以科学工作者可以说也是一个，至少是不能自由发挥的一个悲剧吧。在中国的，特别是在中国呀，在那个3退之前哈，大家因为长期受中共的洗脑啊，那被中共实际上他就是无神论嘛，他把别的神都灭了，他让你不信任何神，然后他把他立在神的位置上。所以在国内的时候呢，你就把中共看得很完美，他总是那么宣传的嘛，他不允许报道任何他的负面的东西。所以呢，当你认识到中共的这种邪恶过后，要声明退出中共的这个党团队的组织的时候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感觉到好像一下子就蜕了一层壳似的。因为你以前是在中共的那个马克思理论的那个洗脑的氛围内，你如果跳出了这个圈子过后，就觉得一身的轻松。所以没有退出中共的人，赶紧尽快的退出，尽快抛弃中共，尽快通过读九评，通过听真相，尽快抛弃中共，退出中共，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现在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来办理退出中共的这种手续，从真正的获得精神的一个自由和解放。